晚上10點半，客廳的燈已經調暗，電視轉成小小聲。你走進廚房，習慣性地拿出那個用了好幾年的保溫杯，泡上一壺自己最信任的養生茶，可能是決明子配菊花，可能是一包標榜舒緩助眠的複方茶包，也可能就是一杯熱熱的烏龍。你捧着杯子坐回沙發，覺得這是一天裡最放鬆的儀式，覺得這杯茶會讓自己睡得更沉一點。這個動作你可能已經重複了10年、20年，從來沒有懷疑過它。可是隔天早上，你還是覺得沒睡飽，明明躺了7個小時，鬧鐘響的時候卻像被人偷偷抽掉電池，脖子僵，頭重，腦袋像蒙了一層霧。刷牙的時候看着鏡子，總覺得臉色不太對。到了下午2、3點，眼皮又開始往下掉，得靠一杯茶或一顆糖才撐得住。你開始懷疑是不是床墊該換了，是不是枕頭太高，是不是年紀到了就只能這樣。但真正的關鍵很可能不在你睡了幾個小時，而在你有沒有真正睡進去。今天要講的是3個正在偷走你深睡的睡眠刺客，而第一個最讓人意外，因為它就躲在你每天睡前那杯養生茶裡面，而且很多人喝了幾十年，一直以為它是幫手。這3個刺客有一個共同的手法，他們不會讓你睡不着，他們只讓你睡不深。你躺下去一樣會睡着，手機上的睡眠時數一樣漂亮，你甚至完全感覺不到他們動過手。這也是為什麼這麼多人抱怨睡了等於沒睡，卻怎麼查都查不出原因。等一下除了把3個刺客講清楚，也會給你3個可以馬上換掉的替換方案，還有一套完整的睡前90分鐘流程。這套流程不用花錢，不用買任何東西，只是把你本來就會做的事重新排一次順序。不過在動手之前，得先知道深睡期到底在忙什麼，你才會捨不得再把它送出去。我們這一代人被教了很多年，一天要睡足8小時，於是大家都在算時數，但時數只是容器的大小，真正決定你隔天有沒有精神的，是容器裡面裝了什麼。同樣躺8小時，一個人拿到90分鐘扎實的深睡，另一個人的深睡被切成6、7段，每段幾分鐘，隔天的差別非常大。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拿手環亮出來的，睡眠分數不錯，人卻累得要命。時數會騙人，深睡不會。我們整夜的睡眠不是一條平坦的線，而是一段一段的循環，大約每90分鐘走完一輪。每一輪裡面有淺睡，有深睡，也有做夢的快速動眼期。其中最有價值的那一段，睡眠醫學上叫做慢波睡眠，也就是俗稱的深睡期或 N3 期。這個名字來自腦波圖，因為在這個階段，腦波會變得又慢又大，像海浪一樣一波一波推過去，跟清醒時那種細碎急促的波形完全不同。健康成年人的整夜睡眠中，深睡大約佔 15% 到 25%。更重要的是，它不是平均分配的，而是集中在入睡後的前半夜。第一輪、第二輪循環的深睡最長最後，越到天亮，深睡的比例越低，做夢的比例越高。這也是為什麼上半夜被吵醒特別傷，因為你被打斷的往往就是最珍貴的那一段，而清晨5點被吵醒，損失反而沒那麼大。深睡期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是生長激素的分泌。很多人以為生長激素只跟長高有關，那是小孩子的事，跟自己沒關係。其實成年以後，生長激素轉而負責組織修復、肌肉維持、脂肪代謝，還有骨質的維護。它是身體的夜間工班。白天你走路、提東西、爬樓梯所造成的微小磨損，都要靠這批工班在夜裡補起來。研究發現，慢波睡眠越深越連續，夜間生長激素的釋放量就越高。反過來說，當慢波睡眠被打散成一小段一小段，這一波修復訊號也跟着變弱。有研究团隊用方法去加強受試者的慢波睡眠，結果生長激素的分泌明顯上升，同時交感神經的過度活躍也降下來。這就是為什麼有些人明明有在運動，有在補蛋白質，肌肉卻越練越沒力，關節也一直不舒服，因為修復那道工序在夜裡根本沒有真正完成。第二件事是大腦的清理工作。近年的研究發現，大腦有一套被稱為類淋巴系統的清運管道，會利用腦脊髓液把白天代謝產生的廢物沖走。
這套系統在白天幾乎是半停工狀態，要等到深睡期才會全力運轉。原因很妙，在慢波睡眠時，腦細胞會微微縮小，細胞跟細胞之間的空隙明顯變大，腦脊髓液才有辦法像沖洗管線一樣穿過去，把包括貝塔類澱粉蛋白在內的代謝廢物帶走。研究也指出，真正關鍵的不只是你睡了多久，而是慢波的強度跟連續性。如果慢波太淺、太零碎，一直被打斷，這道沖洗的效率就會跟着下降。你可以想象成大樓的洗地工作，水管有開，但水壓不足，又被人一直關掉再打開，地當然洗不乾淨。深睡還有第三個工作，是把白天的記憶整理歸檔。慢波睡眠的時候，大腦會把當天暫存的訊息重新播放一次，然後轉存到長期記憶區。這就是為什麼深睡不足的人特別容易出現話到嘴邊想不起來，東西剛放下就忘記放哪的情況。很多人一遇到這種狀況，就開始擔心自己是不是失智。其實有相當一部分只是睡眠品質不夠好而已。除此之外，免疫系統的許多修補與調節工作也是在夜間睡眠中進行的。所以簡單講，深睡是身體的維修時間，也是大腦的清潔時間。而年紀本來就會讓這段時間縮短。很多人到了60幾歲，慢波睡眠的量比自己20幾歲時少了一大截。這是自然的老化變化，不需要恐慌，也不代表哪裡出了問題。但正因為額度本來就變少了，我們更不該把僅剩的那一點深睡白白送給接下來這3個刺客。第一個刺客就是你睡前那杯茶裡的咖啡因。很多人有個根深蒂固的誤會，覺得咖啡因是咖啡的專利，茶是溫和的，是養生的，是老祖宗留下來的東西，所以喝再多也沒關係。但只要是茶樹葉子做出來的茶，不管是綠茶、烏龍、包種、鐵觀音、紅茶還是普洱，通通含有咖啡因，差別只是多跟少。一杯240毫升的綠茶，咖啡因大約在30到50毫克之間，烏龍茶通常更高一些，常見落在30到75毫克。這個數字看起來不多，但要注意3件事。第一，很多人不是喝一杯，而是泡一大壺慢慢喝，一個晚上下來可能是2杯、3杯的量。第二，茶葉放得重，水溫高，泡得久，釋出的咖啡因就更多。同樣，一個茶包泡1分鐘跟泡5分鐘差很多。第三，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，你白天喝的那些茶跟咖啡其實還沒退場。真正的問題出在時間。咖啡因在成年人體內的半衰期大約是5到6小時，意思是你晚上9點喝下去的量，到了半夜2點還有一半在血液裡活動。如果你下午3點還喝了一杯茶，晚上9點又喝一杯，這2批咖啡因是會疊加的。而且年紀越大，肝臟代謝咖啡因的速度通常越慢。同樣一杯茶在你身上待的時間比年輕人明顯更久。有些常用的藥物也會拖慢咖啡因代謝，讓它在體內停留得更長。最讓人意外的是那個你根本感覺不到的部分。有一項經常被引用的睡眠實驗發現，在就寢前6小時服用400毫克咖啡因，那一晚的深睡量減少了大約 20%， 總睡眠時間也少了41分鐘。重點來了，受試者自己主觀評估睡眠品質的時候，完全沒有察覺到差別。他們覺得自己睡得跟平常一樣。這才是刺客真正可怕的地方，它不讓你翻來覆去，它只是安靜地把你的慢波削平一層。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觀念，研究發現，長期喝咖啡因的人，對它的提神效果會產生耐受性，也就是喝了不再覺得特別亢奮、特別清醒，但對睡眠結構的干擾，並不會因為喝習慣就跟着消失。所以，我喝了幾十年都沒感覺，恰恰不是安全的證據。反而是感覺變鈍了，干擾卻還在。那為什麼很多人會覺得我睡前喝茶反而比較好睡？這裡面有2個原因。第一，喝溫熱的東西本身就會讓人放鬆，那是儀式感跟溫度帶來的舒服，跟茶葉的成分沒什麼關係。第二，茶葉裡有一種叫做 L 茶氨酸的成分，確實會帶來一點平靜的感受，所以你喝下去的當下是舒服的、放鬆的。但放鬆感跟深睡是2件事，咖啡因照樣在血液裡工作，照樣在半夜把你的慢波削平。你感覺到的舒服是真的，
被偷走的深睡也是真的，兩者可以同時存在。除了咖啡因，這杯茶還有第二層傷害，就是水量跟利尿。咖啡因本身有輕微的利尿作用，再加上睡前一大杯液體下肚，膀胱在半夜被撐滿，你就得起來上廁所。而每一次夜尿都可能中斷正在進行中的慢波。有些長輩會說，我起來尿完馬上就睡着了，沒什麼影響。問題是，重新睡覺不等於重新回到深睡，睡眠週期得從淺睡重新排隊往下走。那一段被打斷的深睡通常補不回來，一晚起來2-3次，前半夜的深睡就被切得零零碎碎。順帶提醒一件事，很多標榜舒緩助眠的複方茶包，成分表上其實混了紅茶或綠茶底，只是寫在後面你沒注意。也有些用了決明子、桂圓、甘草這類材料。決明子有清瀉作用，喝多了容易跑廁所。甘草長期大量攝取，可能影響血壓和血鉀。如果你正在吃降血壓藥、利尿劑、抗凝血藥物或安眠藥，睡前這杯茶要喝什麼、喝多少，最好先跟你的藥師或門診確認過，不要憑天然的應該沒關係就長期喝。那要怎麼判斷自己手上這包茶有沒有咖啡因？有一個很好記的原則，只要名字裡有茶，而且是茶樹葉子做的，包含綠茶、烏龍、包種、紅茶、普洱、抹茶，就一定含咖啡因。而像菊花、洋甘菊、洛神、薄荷、大麥、蕎麥、黑豆這些本身不是茶樹，天生就沒有咖啡因。最容易踩雷的是市售的複方茶包，因為它可能是花草加茶葉混在一起。翻到背面看成分表，只要看到紅茶、綠茶、烏龍這幾個字，不管排在第幾位，都要當成含咖啡因來看待。第二個刺客是睡前熱水澡的時機錯誤。先說清楚，洗熱水澡本身是好事，錯的不是洗，是你洗的時間點。人要睡得沉，身體必須完成一個關鍵動作，讓核心體溫往下掉。體溫下降的斜率越明顯，大腦越容易切換進入深睡，這是刻在生理時鐘裡的訊號。體溫降下來，等於告訴大腦可以進場維修了。熱水澡的助眠原理其實不是把你加熱，而是先把血液大量趕到手腳末梢。你泡完澡手腳會發紅發燙，那就是身體正在把熱量往外送。等你起身之後，這些熱從皮膚散掉，核心體溫就會出現一段漂亮的下坡。你會在這段下坡裡很自然的睡覺。問題是，這個下坡需要時間。有一份整合了13項人體試驗的統合分析指出，用攝氏40度到42度左右的水，在就寢前1到2小時泡個10分鐘左右，入睡所需要的時間可以縮短大約1/3。關鍵字是就寢前1到2小時，最常被引用的甜蜜點大約落在睡前90分鐘。但我們大多數人是怎麼做的？洗完澡，擦乾頭髮，穿上睡衣，直接鑽進被窩。這時候核心體溫還在高點，散熱曲線根本還沒開始往下走，你等於是抱着一個還沒降溫的身體去睡，結果就是前半段睡得很淺很浮，翻身次數變多，被子踢開又拉回來，等到體溫終於降下來，前半夜那段最該深睡的黃金時段已經過掉一大半。同樣的道理也適用在很多事情上，睡前才做激烈運動，睡前喝很燙的湯或吃很飽的宵夜，電熱毯開整晚不關，把房門窗戶都關死，悶着睡，都會讓體溫在該降的時候降不下來。相反的，臥室溫度偏涼一點，比暖烘烘更有利於深睡。很多人怕冷，把房間弄得像烤箱，其實是在跟自己的深睡作對。棉被可以蓋，但空氣要涼。如果你沒有時間提前洗澡，也有折中做法，用溫水泡腳10到15分鐘，一樣可以促進末梢散熱，而且比全身泡澡更容易安排。泡完把腳擦乾，讓它自然涼一下再上床。這裡要特別講一群人手腳容易冰冷，天冷就睡不着的長輩，你的狀況跟前面說的不衝突，反而更需要這一招。手腳冰冷代表末梢血管收縮，熱送不出去，核心體溫就降不下來，所以你才難入睡。溫水泡腳的目的正是把末梢血管打開，讓熱有路可以散。所以怕冷的人不是要把整個房間烤熱，而是要讓手腳暖起來，身體核心涼下去。這2件事方向是相反的，
穿一雙寬鬆的棉襪睡覺，通常比開整晚電熱毯更有幫助。第三個刺客是夜間的藍光與褪黑激素。褪黑激素是身體用來宣告天黑了可以睡了的訊號，它由大腦的松果體分泌，而它的開關掌握在眼睛手上。當視網膜偵測到光線，尤其是波長偏短的藍光，大腦就會判定現在還是白天，把褪黑激素的分泌往後延，往下壓。手機、平板、電視螢幕，還有那種很白很亮的 LED 吸頂燈，都是藍光的主要來源。很多人睡前躺在床上滑手機，滑的內容還是新聞、群組訊息，或是讓人情緒起伏的短影音。這裡有雙重打擊，光線壓抑褪黑激素，內容讓交感神經興奮起來，一邊踩油門，一邊踩剎車。褪黑激素被延後，代表你的入睡時間往後挪，而入睡時間挪得越晚，前半夜那段深睡的黃金窗口就被壓縮得越短。你不是少睡了那30分鐘而已，你少掉的往往是最後的那一層慢波。特別要注意的是距離，手機離眼睛通常只有30公分左右，即使你把亮度調低，落在視網膜上的光照量還是比你想象中高得多，跟看客廳另一頭的電視完全不是同一回事。再加上一個常被忽略的細節，夜裡起床上廁所時，很多人會直接打開浴室那盞最亮的白燈，短短1-2分鐘的強光照下去，就足以把剛剛累積起來的睡意打散，回到床上又要重新醞釀10幾20分鐘。另外，很多家庭的客廳裝的是很亮的白光燈管，晚上一整片打下來，其實跟大白天差不多。你以為自己只是坐在客廳看電視，沒在滑手機，可是頭頂那盞燈已經在告訴大腦，現在是中午。有一個很簡單的判斷方式，如果你在那個空間裡待着，會覺得精神很好，很清醒，那它對睡前來說就太亮了。反過來說，光線也可以是幫手。早上起床後，盡量到戶外或窗邊接觸自然光10到20分鐘。白天的光照越足，晚上褪黑激素上升得越乾脆。生理時鐘是一組的，白天太暗，晚上太亮，才是最糟糕的組合。講完3個刺客，接下來是最實用的部分，3個替換方案，還有一套睡前90分鐘的流程。第一個替換，把睡前那杯養生茶換成真正無咖啡因的選擇，洋甘菊、洛神、薄荷、蕎麥茶、大麥茶、黑豆水，或者最簡單的溫開水，都可以保留那個安撫的儀式感，卻不會把咖啡因帶進夜裡。含咖啡因的茶不是不能喝，而是把它移到下午4點以前喝完，這樣到了晚上11點，體內殘留量就低很多。同時也要控制睡前的水量，就寢前2小時內以小口為原則，大約100到150毫升就好，把口渴解掉，不要把膀胱灌滿。如果你有在服藥，換茶之前先問過藥師比較保險。第二個替換，把洗完就睡改成洗完再等，目標是在就寢前90分鐘左右洗澡，水溫溫熱就好，不要滾燙到皮膚發紅刺痛，泡或沖10到15分鐘。洗完之後留一段緩衝時間給身體散熱，穿寬鬆透氣的睡衣，把臥室溫度調涼一點。如果你真的沒辦法提前，那就把水溫降下來一些，時間縮短一些，並且在上床前先在涼一點的地方坐幾分鐘，別讓身體還在發熱就躺進被窩。第3個替換，把睡前的手機時間換成低亮度的暖光時間，就寢前1小時把主燈關掉，只留一盞昏黃的小燈，手機開夜間模式，並把亮度調到最低。最理想的是直接放到房間外面充電，讓它離床遠一點。夜裡起床時，用一盞貼近地板的暖色小夜燈代替浴室大燈，光線夠看清楚路就好，不需要照亮整間浴室。把這3件事串起來，就是一套睡前90分鐘的流程。假設你習慣11點睡，9點半洗澡，水溫溫熱，10到15分鐘結束，洗完不急着進房，10點關掉客廳主燈，換上昏黃的小燈，手機收起來，如果口渴就小口喝一點溫開水。10點15分做一件不需要盯着熒幕的事，聽廣播、聽音樂，整理明天要帶的東西，拉拉筋，或是坐着做幾分鐘慢呼吸，吸氣4秒，吐氣6秒，讓吐氣比吸氣長，副交感神經就會慢慢接手。10點40分進臥室，
房間保持涼爽、安靜、暗。11點躺下，不看時鐘，也不去計算自己躺了多久還沒睡覺。還有一個很多人忽略的地基，固定起床時間比固定就寢時間更重要。生理時鐘是靠早上的光線校準的，你幾點起床，幾點見到光，決定了當天晚上褪黑激素幾點開始上升。所以就算前一晚睡得不好，隔天也盡量在同一個時間起床。週末最多晚1小時，不要一口氣補到中午，補太多等於把當天晚上的睡意往後推，整個星期就這樣一直錯位下去。給自己2個星期的時間，不要第一天沒效就放棄。身體的生理時鐘需要重複的訊號才會被說服，這是一場要用天數累積的調整。最後補一句該提醒的話，如果你已經把這些都調整了，卻還是持續3個星期以上難以入睡，整夜片段醒來，或是家人說你睡覺會打呼到中斷呼吸，白天嚴重嗜睡到開車會晃神，那就不只是生活習慣的問題了，可能牽涉到睡眠呼吸中止或其他狀況，建議到睡眠門診、胸腔科或神經內科做進一步評估。另外，如果夜尿一晚超過2次，而你並沒有喝很多水，也值得請醫療人員檢查一下攝護腺、血糖或用藥情形，不要自己歸因成老了就這樣。整理一下今天的重點，深睡期是身體的維修時間，也是大腦的清潔時間。生長激素在這時候釋放，類淋巴系統也在這時候把腦內的代謝廢物沖走，而這段時間主要落在前半夜。3個睡眠刺客的共同點是它們只削弱深睡的品質，不影響你睡着這件事，所以特別難被察覺。第一個是睡前那杯茶裡的咖啡因與利尿效應。咖啡因半衰期5到6小時，把含咖啡因的茶移到下午4點前，睡前只小口喝溫開水或無咖啡因的花草茶。第二個是熱水澡的時機，洗澡的黃金點在就寢前90分鐘左右，讓核心體溫有時間往下走，臥室涼一點更好。第3個是夜間藍光，睡前1小時降低光線，遠離螢幕，早上多曬一點自然光，讓褪黑激素照常上工。深睡不是靠吃什麼補回來的，它是靠你把干擾一個一個拿掉，還給身體原本就會做的事。今晚就從最簡單的一件事開始，把那杯茶換成1小杯溫開水。